家，我是 Dory。我们今天要开往欧洲体积最大、面积第2大的冰川瓦特纳冰原。接下来的3晚，我们都会住在冰川脚下。今天呢，依旧是边开边玩的行程。明天我们则报了一个冰川徒步的项目。现在让我们回到 Vic， 一起出发吧。我们现在要去 Vic 小镇买一件雨衣，因为看天气预报好像是说明天开始都要下雨了。在昨天那家 Icewear 这里找到了，它一个是2900，还可以，可以接受。那也可以。这黄的好看，我想要黄的。那我要个黑单。我们离开了 Vic， 眼前的一切开始越来越不像地球了。就连厕所都像个神秘又冷肃的末日地堡。400上吗？400块钱？抢钱啊！这个厕所。我们可以2个人用一个。那也行。太高级了。那是不是可以住这儿啊？我觉得是。里面竟然有暖气。200多年前 ，Lucky 火山持续喷发了8个月，摧毁了冰岛1半的牲畜，几乎将这里夷为平地。200多年过去，黑色的熔岩地表上长出了厚厚的苔藓，形成了只有冰岛才有的奇观。我们不确定它还会存在多久，因为没有人知道下一次喷发会是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景点，请松松为我们念一下。为什么是我 ？Fjarðarvötnufer。它这个景点就是看的这一个峡谷。我们上到了这第2个观景台，还是挺陡的，对吗？对，还是比较陡的。有的人走得好快。好厉害！刚刚看到一个看起来有白头发的大爷，嗖嗖嗖嗖嗖的走，超级快。我们就在后面默默的看着，因为我们都又喘又热的。这边好多人在飞无人机啊！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特别像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啊？死亡搁浅。我们现在已经从峡谷走出来了。去到下一个景点还要开1个小时。开1个小时。对，接下去会去一个冰川的 National Park。昨天在超市买的这个鱼竿，它是 local 的，就是这个超市的牌子的。我记得是1300克朗，差不多是10美金，然后70多人民币，这么一小袋。希望它好吃。打开里面这样子。哇，哼，好干啊！我觉得它非常天然的感觉。没有任何味道。它应该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鱼的咸味儿，就只有鱼的咸味儿和鲜味儿，然后你需要一点口水去融化它。他说用1公斤的鲜鱼制造了100克的干鱼，就是这一袋。那难怪这么贵呢。1/10。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我觉得跟国内的鱼干味道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随后我们继续上路，一路往冰盖驶去。神奇的是，天气在这个时候突然放晴，我们就这样迎着大太阳进入了瓦特纳冰原的领地，来到了它边缘处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Skafterfell。 看着大太阳，现在属于就是看到太阳就很开心。它这边有主要是2个方向的 trail， 如果是要去冰川的话是30分钟，单程；如果去这个瀑布的话是45分钟单程。然后这个瀑布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一个，叫 Svarty Falls， 就是这样的很神奇的石头中间有一个瀑布这样子。今天天气好好，他们是要走冰川吗？应该是。我们明天是不是也是要这样装备？应该是。现在的话是4点07分，希望我们能在6点之前下山吧。一开始就开始爬坡了，我刚刚看了一下，他们远处能看到他们在山上走，感觉这个 trail 应该是有一些坡度的。我已经把围巾跟帽子都拿掉了，但还是很热。我穿的那个棉毛裤，我穿的那个秋裤，现在都粘在我的腿上。还有我的龟壳。对，给松松一点 credit， 因为他的包里面背了小飞机，还有3块电池，还有我们所有换下来的围巾、帽子、衣服、外套 ，everything。我们走到了，终于走到了。现在是4点39分，我们07分开始走的，其实就走了32分钟。那还蛮快的。对，他说的是45分钟。对，没错。下去更快。这个瀑布呢，老实说是一个拍出来比肉眼看着更为壮观的景点。好在爬坡时间并不长，有时间的话可以来一下。我们刚刚在加油站吃了点东西，然后发现它对面其实就有一个可以走进去的冰川，所以就过来消消食。Morning， 大家，今天是我们在冰岛的第6天。我们今天报了一个冰川徒步6个小时的一个行程，是在这个蓝冰湖这边集合。我们集合的地方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蓝冰湖。这也太美了吧！这是仙境吗？还有人在拍婚纱照哎。我们报的这个 tour 会包含参观几个蓝冰洞以及冰川徒步的项目。这个黄衣服的小哥会同时担任司机跟导游的角色。我们现在就往第一个洞出发了。So chilly here. Yeah. 蓝冰洞是冰川的产物，冰川融水在夏天慢慢冲出一条通道，冬天的时候这个通道就会结冰形成冰洞。而冰川的冰是经过长年累月压缩而成的，密度非常的高，就使得阳光穿透时只留下了蓝光，从而形成这样神奇的蓝冰洞。我们
现在走在冰上。我们现在这个冰洞是去年12月份发现的，因为蓝冰洞基本4月中旬就看不到了，第2年它会在别的地方出现。然后现在这个冰洞是目前开放的冰洞里面最大的一个。我们这样跟导游爬一圈，差不多也花了1个小时了。哇，非常好玩，感觉比想象的好玩，好玩很多倍。对，之前看小红书说，就是一个坑，然后进去以后灰不溜秋、黑不拉几，靠打灯，靠手机打灯才能拍出来点来。结果并不是，特别好玩。它还有一个探洞的过程，好多个洞，大概5、6个吧。对，一路走下去，对，特别深。对，走了一共1个小时。下午要去走冰川了，我们在车上吃个午餐。Like if you don't take the coat, is this all you have? This is not enough. 在做行前准备。You don't want to tighten it here. 每个人都要绑上这个东西，是为了，在你不小心掉入冰缝的时候，能把你吊出来。Go into here, and then we separate this ring like that. Grab the strap, and we pull it through here. If you do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So please don't do that. The ice is pretty sharp. So if you don't have gloves and if you put hands on the ice, you are gonna cut your skin. 冰川边缘的冰都是这样黑黑的，因为都跟火山灰混在一起了。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冰洞，向导说先下去看看安不安全。So you can take a look here, all right? Don't go further, just here. 我也去看看，他一次只能进1个人。哇，好漂亮哦，里面。穿着冰爪，每一脚都要踩得特别实。冰川上有很多这种冰川井，它们叫 This is something moulin。 that you see quite a lot on this glacier. 它是这种垂直的冰洞，有些非常的深，100-200米，甚至贯穿整个冰层。站在洞口真的会有一点恐惧，因为它边缘也是这样有弧度的。所以说我前几天有说过，如果没有向导带的话，其实冰川上是会有很多潜在的危险的。比如它这里本来是个拱门嘛，然后最近天气比较热，它就突然断掉了。还会有这种裂缝啊，还有这种深渊。Super deep. 这个冰原最深的地方有900米，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条裂缝能有多深。这里有一条的这个 snow 要跨过去，因为不知道下面是不是什么特别深的沟。我们现在算是到了这次 tour 的最高点了。其实到了这边以后，这个雪这个冰川它就变得非常的干净了，还透着一点这种蓝蓝的光泽。太好笑了！第一次有人这么多人围观松松飞小飞机。刚刚没拍到，不过我们下了车就狂奔到这个停车场旁边，这个 food truck 来了。
这所有的 food truck 都是5点关门，然后我们差不多是4点57到的，旁边2个都已经关门了，就剩这个还开着。上车了，因为外面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们就买到车里吃。点了一个这个苹果派，然后我跟松松各点了1份汉堡，羊肉汉堡。汉堡吃一下怎么样？这边最近的一个餐厅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吃的那个加油站旁边那个小店，但我们开过去要40分钟。好吃吗？好吃哎！好神奇啊！我们晚上来看这个蓝冰湖，跟早上好不一样，冰都融化了。早上是一整块一整块的，现在都是碎冰冰了。蓝冰湖跟著名的钻石沙滩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景点，就在路的2边。为了少交1次停车费呢，我们决定走过去看一看。沿着这个蓝冰湖石滩一直往路的对面走，就是非常有名的钻石沙滩了。现在是傍晚大概6点多了，因为没有太阳了，还是比较冷的。刚刚还下了一点小雨，所以这个气温就骤然下降，比早上冷了很多。这里就是钻石沙滩了，我有一点傻眼。给大家看一下钻石，老实说还是挺漂亮的。而正当我们觉得钻石沙滩名不副实，意兴阑珊的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突然发现蓝冰湖的冰块开始往海边移动了，仿佛一场冰块的大迁徙就此开始。我们查了一下，其实蓝冰湖和钻石沙滩是对连体婴，每天坍塌的冰块会从湖的出海口飘进大西洋，其中有一部分冰块会被海浪吹回海边，留在黑沙滩上，从而变成钻石。这里有一块，这里有一块，那边还有一块，这些都离岸边很近了。这里还有一只鸟鸟在搭便车，哎，太聪明了吧！我们现在准备回宾馆了。那我们明天有一个冰上摩托，冰上摩托还是雪上摩托？冰上吧。冰上摩托的行程。那我们明天再见喽。